争吵、失踪、悔恨、演技、欺骗，伤心的背后藏着一个不堪的真相，但真相却随着他的消失永远沉默。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。爸爸，我永远相信你。莫看江面平如镜，遥看水底万丈深。欢迎来到解密日记，我是超人。在澳大利亚埃文戴尔高地的这栋房子里，住着幸福的3口之家：51岁的父亲博斯，46岁的母亲凯伦，21岁的女儿莎拉。父亲呢从事服装行业，母亲则是一位设计师，还有自己的服装品牌店。夫妻2人呢可以说在事业上互相扶持，实现了财务自由，感情上也十分的恩爱，甚至结婚27年几乎没有吵过架。夫妻2人呢对唯一的女儿更是满心宠爱。圣诞节时，母亲会给莎拉准备一屋子的礼物，父亲每次出差回来也都不会忘记给女儿带礼物。21岁的女儿刚大学毕业不久，还在公司实习。2016年的6月29日，这天是工作日。早上父亲像往常一样起床后坐在客厅里看电视，母亲呢则在厨房忙着做早饭。女儿睡眼朦胧的起床，吃过早饭后就跟父母告别去上班了。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早晨，但等她下班回到家后，却发生了一件令她意想不到的事情。女儿推开房门，看见父亲坐在沙发上，脸色很不好。没有看见妈妈的女儿便问妈妈去哪儿了。随后爸爸一脸沮丧地对女儿说，上午我与你妈妈吵架了，你妈妈的服装店最近生意不太好，我建议她把店卖了，但她却很固执，坚决不肯，还发起了脾气，我俩就吵了起来。之后她一气之下就跑了出去。女儿一脸吃惊怎么会呢？在她印象里几乎没看到过父母吵架。随后女儿给母亲打去了电话，但却一直无人接听。女儿走到车库一看，妈妈的奔驰车还在，母亲没开车，应该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。随后女儿就拉着爸爸一起到街上去找，但走出去很远都没有看见母亲的身影。外面突然下起了小雨，父女2人只好回家继续等着。期间女儿不断的给母亲打电话，但都无人接听。服装店里的员工也说凯伦没在这儿。父女2人就这样在家等了一夜，没有等到母亲回家。第2天早上天一亮，父亲就建议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，我们还是报警吧。随后来到了警局，但警察觉得母亲失踪还不满24个小时，可能昨晚只是跑到朋友家借宿了一晚，但父亲不想再等待了。警员看父亲这么焦急就答应先去制作一些寻人海报，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。凯伦46岁，身高1.6米，身材苗条，出门时身穿黑色的夹克、牛仔裤，齐肩棕色头发，身上带有850澳元的现金。随后父亲一脸焦急地对記者說 Just give us a call, or give the police a call, or just give anyone a call, just to know, that you're safe. 接下来几日，父亲和女儿度日如年，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母亲的消息。女儿整夜睡不着觉，她觉得母亲随时都会回来。父亲也很懊恼，他责怪自己不应该与母亲大吵。而当地民众看到一位妻子愤然离家后就消失的消息，也都高度关注着凯伦的动向。转眼几个月就过去了，母亲凯伦依然没有回家，但在坊间却传出了一个八卦的新闻。大家都说夫妻2人当天争吵根本就不是因为卖服装店，而是因为丈夫知道了妻子与自己的大儿子有染。原来丈夫博斯是一个2婚，在与凯伦结婚前与前妻已经有了一个儿子。2016年的7月14日，女儿莎拉就站出来辟谣了。她说自己跟哥哥都没怎么说过话，2家人根本就不怎么来往。但随后一名记者的提问让父女俩一下子哑口无言。Morris, did you kill Karen? 是不是你害了妻子？这名记者显然是很有经验的，妻子失踪，丈夫都会被认为是首要的怀疑人。对于记者的提问，丈夫有点出乎意料和气愤，直接不回答了，把脸扭到了一边，并提前结束了采访。女儿觉得这名记者的提问简直是太可笑了，也无疑是在她的伤疤上撒了一把盐。在莎拉心中，父亲一直深爱着母亲，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。女儿继续日复一日的在家里等待着母亲回来，直到母亲失踪的8个月后，女儿的梦彻底被击碎了。
2017年2月20日，在距离莎拉家北部大约60公里的山上，两名正在附近工作的工人突然闻到了一股恶臭的味道，于是他们顺着味道扒开了树叶和树枝，里面竟是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。二人立马就报了警。法医检测报告中指出，这具尸体颈部的一根骨头出现不规则的断裂，这可能是多种原因造成的，包括钝器外伤。随后经过了 DNA 检测，这具森林里找到了已经高度腐烂的尸体，正是莎拉的母亲凯伦。因为凯伦的身体在她失踪的8个月后才被发现，所以很难判断她是否是因为被钝器击打致死的。得知消息的父女俩非常的伤心，强忍着悲痛办理了葬礼。葬礼那天，莎拉在前面举着母亲的遗像，父亲抬棺紧随其后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二人的悲伤。但此时警方早已把丈夫博斯列为了嫌疑人。警员觉得母亲的离世有很多的疑点，但父女俩除了悲伤，似乎对母亲背后死亡的疑点并不感兴趣。警员觉得这很奇怪，并对丈夫博斯开始了秘密的调查。警员调查了丈夫在妻子失踪那天的行踪。警员在排查了大量监控后，发现距离他们家20公里外的一个火车站，丈夫曾在失踪当天开着妻子的奔驰车来到过这里，并继续往前开走了。而前面的方向正是妻子凯伦遗体被发现的地方。警员还发现博斯当天的手机也曾出现在同一条高速路上，并有2个多小时是处在关机的状态。显然，这个丈夫身上有太多解释不清的疑点。2017年12月23日早上7点20分，警方逮捕了已经52岁的丈夫博斯，并以谋杀罪起诉了他。在审讯的过程中，丈夫否认和妻子的失踪有任何关系。他说，当天他和太太因为钱的问题发生了争吵，之后妻子离开家出去冷静，后来他也离开了家，开着妻子的奔驰车去修理油量表。当他开车经过考尔德公园赛道的时候，车子颠了一下，然后这个故障就奇迹般的消失了，所以他就掉头又开回了家。然而警方在咨询了奔驰的修理师后，表示豪华车油量表的故障不会因为一个颠簸就自动的修复。丈夫博斯在说谎，那么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警员调查还发现，妻子在失踪的半年前刚刚继承了亡父的一笔遗产，总额为36.8万澳元。除去丧葬费用外，剩余财产由他和弟弟2个人平分。而夫妻2人当天吵架也是因为钱财，但从博斯被逮捕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坚决否认自己谋杀了妻子，并坚持自己的无罪辩护。就在警方起诉丈夫博斯谋杀妻子不久后，博斯的母亲和女儿莎拉分别站出来支持他。之前一直沉浸在丧母之痛的莎拉，在震惊悲伤过后，选择全力替父亲辩护。女儿说，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向大家传达他是一个多么好的父亲和丈夫的真相。父亲一直是好爸爸的典范，对儿女一直是不失严格却又各种宠溺，跟妈妈也是恩爱有加。在他20几年的生命里，从未目睹过父母之间发生过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，并且没有直接的法医证据，只是一些间接的巧合，也没法证明父亲害了母亲。我永远爱我的父亲，我已经失去了母亲，不能再失去另一个我爱的亲人了。女儿的一番话确实耐人寻味。随后博斯的母亲对法官说，自己的儿媳是一个好女人、好妈妈，儿子对她非常好，一家人生活的也很幸福，儿子绝对不会害了自己的妻子。但公众只相信证据。这期间媒体详实地报道了整起案件，许多民众都很哗然。博斯瞬间从一个寻找失踪妻子的好丈夫，变成了亲手害了结婚27年妻子的凶手，还对女儿隐瞒、欺骗、撒谎长达8个月之久。澳洲媒体将他称为澳大利亚最受人唾弃的男人。但无论媒体说什么，外界怎么证实，女儿莎拉都与父亲站在了同一条战线，誓死维护父亲。虽然有证据指向他父亲就是杀害妻子的凶手，但莎拉始终坚信一个答案：父亲没有害母亲。然而，就在他顶着压力坚持了2年后，一直在捍卫父亲无罪的莎拉，最终却没能等到他想要的真相。经过长达2年断断续续的审判，2019年3月13日，这位对外一直坚称自己无罪的丈夫，因为始终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，终于让其崩溃。虽然只有间接证据，丈夫还是认罪了。为了换取轻判，他承认了自己是一时激动造成的过失杀人，而坚决否认是谋害妻子。谋杀罪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，而过失杀人罪最高可判处20年。博斯的认罪是否是一种策略？最终法庭只判处博斯9年的有期徒刑，前6年是不得假释的。可能是他女儿为父亲营造的好丈夫、好爸爸的形象成功影响到了法官对他的审判。这位害了妻子的男人最终只需要
坐6年牢就可以出狱。但判决结果传出来后立即在网络上引起了大家强烈的不满，大家都觉得这个刑期太轻了。凯伦弟弟对记者说：“凯伦永远不会回来了，我们希望凯伦得到正义，但我们今天根本没有得到正义。”最后在2019年的12月6日，博斯的刑期被加到了13年监禁，前10年不得假释。一位犯罪心理学家认为，博斯在杀害妻子后，他每天都跟女儿强调自己没有伤害母亲，他每天不断的重复的讲，女儿已经成功被父亲洗脑了。当记者问到，那对于母亲的死，你真的不想去深究背后的真相吗？终有一天你会认识到是父亲害了你的母亲。莎拉这样回答：“我只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继续向前，尽快离开这段阴暗的日子。我不清楚未来会怎样，但是我爱我的父亲，这一点永远也不会变。”多年后，凯伦的一位挚友来到凯伦墓碑前，他感慨道：“我们不会忘记凯伦是谁，他不仅仅是博斯暴力的受害者，正如他的墓碑上所写，他是一位忠诚的妻子、母亲和朋友。你用你的爱、笑声、温暖和优雅感动了我们的生活，你的记忆将是永恒的。但遗憾的是，博斯就算是入狱服刑，也仅仅承认误杀，其他多一个字都不肯透露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，或许会成为永远的秘密。”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关注，我是超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